3000万个大气压，3万多摄氏度，你脚下终于踩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。可这时候，你已经往木星肚子里钻了将近7万公里，比地球从北极到南极再绕回来还要远。而你付出的代价是，先被辐射洗了一遍，再被空气烧成一颗流星，接着承受200多个 G 的挤压，然后在一片黏糊糊的，既不是气也不是水的东西里下潜，最后穿过一整片会导电的金属海洋。这就是登陆木星的全部流程。问题是，木星有路让你登吗？很早以前聊太阳系那一系列的时候，我们提过一句话，可能不少人当时就划过去了。所谓的气态行星，并不是说它从头到脚都是气。天王星、海王星这种冰巨星也一样，你要真剖开它们，里面绝对不是一团空空荡荡的雾。基本上每一颗行星都有一个致密的内核，木星也有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有内核，为什么还叫气态行星呢？因为气态这2个字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成分，而是一件更尴尬的事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说清楚它的表面到底在哪里。地球有海岸线，有山脚，有一条明确的地面。你从太空掉下来，总有一个瞬间是落地。木星没有，它从最外层稀薄的云一路往里，浓度是连续变化的，中间不存在任何一道界限。你想找一个啪的一下踩上去的地方，没有，压根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平时说的木星表面其实是一个人为规定出来的东西。科学家挑了一个气压等于地球海平面的位置，说行，就它了，就管这层叫表面吧。这多少有点像在一锅越煮越稠的粥里随手划一条线，说线以上算汤，线以下算粥。方便是方便，但它不是真的。再往下看，事情更有意思了。木星的大气，光是我们望远镜能看见的那部分，厚度就已经5、6千公里。什么概念？地球的半径也才6300多公里，也就是说，单是木星那一层看得见的云，几乎就能把整颗地球塞进去。而在这层云底下几千公里的地方，云变得越来越密，越来越沉，压强一路往上顶，氢气开始撑不住了，慢慢变成了液体。这里要纠正一个很多人默认的印象，一提到液氢，大家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通常是低温储罐，冒白气，零下200多度，碰一下手就废了。地球上确实是这样，我们要把氢压成液体，只能靠往死里降温。可木星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它不靠冷，它靠压。压强足够大的时候，哪怕温度很高，氢照样会变成液态。所以木星内部的液氢是热的。更准确一点说，那里的氢连液体这个词都有点配不上。氢有一个临界点，大概在零下240度，10几个大气压附近。一旦越过这个门槛，气和液的区别就消失了，变成一种叫超临界流体的状态。它像气一样能填满空间，又像液一样有相当的密度。你没办法说它是气，也没办法说它是液，它就是它自己。木星内部绝大部分区域都是这种东西。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反直觉的事，越往里，液体的比例越高，最后整个空间被完全填满，一直填到核心。所以严格讲，木星与其说是一颗气态行星，不如说是一颗液态行星。我们叫了它这么多年的气态巨行星，某种意义上，这个称呼一开始就有点名不副实。好，前提铺完了。对于这样一颗星球，人类当然没有任何办法真正登陆，这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它压根没给你留落脚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们非要试一试呢？如果你开着一艘飞船，一头扎进那片云海，然后不停地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硬着头皮去登陆，那会发生什么？来，咱们出发。第一个杀手，在你还没看清木星长什么样的时候就已经动手了。它不是引力，不是高温，是辐射。而且这个辐射有点特别，它并不是木星自己烧出来的。木星的磁场大得离谱，此举差不多是地球的2万倍。它撑起了一个巨大的磁层，往太阳方向鼓出去几百万公里，往背面拖出的尾巴长到能扫过土星的轨道。这么大一张网，什么都往里兜。太阳吹过来的带电粒子被它抓住，加速，困在里面来回反弹，形成了极其凶狠的辐射带。不过要说清楚一点，这些粒子最主要的来源其实不是太阳，是木卫一。木卫一是太阳系里火山活动最猛的天体，它被木星的潮汐力反复揉捏，内部一直在沸腾。它的火山每秒钟往外吐出大约1吨的物质，硫、氧、各种离子全被木星的磁场收编，绕着木星拉成一圈发亮的等离子体环。你可以把木卫一理解成一台永不关机的加料机，木星的磁场则是一个巨大的粒子加速器，两个凑一块，效果非常感人。所以你还离木星几十万公里呢，警报就该响了。这些粒子的能量高到可以直接打穿人体细胞的 DNA， 剂量有多离谱？在木卫二轨道附近待上1天，人接受的辐射就足以致死，而且随着你越靠越近，剂量还在往上翻啊！这是一场你连敌人长什么样都看不见的攻击。不过嘛，假设你的飞船外面裹了一层厚的吓人的屏蔽层，
把这些粒子统统挡在外面。行，那就继续。你顺利来到木星上空，这时候第二个问题来了，你得先说服自己不要掉下去。木星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318倍，比太阳系其余7颗行星加起来还重2倍多。它的逃逸速度接近每秒60公里，是地球的5倍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悬在那儿，木星会用一种极其温柔又极其坚决的方式把你拽下去。等你真正撞进大气层的时候，速度可以轻松飙到每秒几十公里。自由落体本身其实不可怕，太空里天天都在自由落体，宇航员飘在空间站里也是在自由落体。真正可怕的是落体结束的那一刻，当你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扎进木星大气，你面前的那团气体来不及让开，它被你压缩，被你狠狠推挤，压缩会生热，这是最基本的物理。于是在你身前不到1米的地方，凭空烧出上万度的高温，什么材料都不够看，这个温度已经远远超过太阳表面。你的飞船会在那一瞬间变成一颗刺眼的火流星，划破整片天空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好了，你的飞船是黑科技，隔热罩顶得住，可你的身体顶不住，因为在减速最猛的那2分钟里，你要承受的过载大概是230个 G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抽象，我给你换算一下，这大概相当于你从30-40层楼上跳下来，脸朝下砸在水泥地上的那一瞬间。差别只在于砸水泥地试一下就结束，而这个过程要持续100多秒。所以现实一点说，人到这里就已经变成一层贴在座椅上的东西了。那我们再宽容一点，假设飞船能一直开着发动机往上顶着推力，慢慢的体面的降下去，像一部电梯那样。好，现在你活着而且清醒，慢慢的你来到了一个气压等于地球海平面的高度，按照定义，恭喜你，你已经登陆木星表面了。可你环顾四周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地面，没有石头，没有一粒沙子，你脚下还是云，你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氢气和氦气，头顶是翻滚的云顶，温度大概-100多度，风一直在刮，而且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风。木星的激流一条一条平行铺开，把整颗星球缠成一圈一圈的条纹，最快的地方能到每秒150米上下，地球上17级台风也就每秒60米左右。顺便说一句，你如果运气好，还可能路过大红斑，那是一个刮了至少100多年，也许300多年的反气旋，宽度比整颗地球还大。它没有海岸线可以撞，也没有陆地摩擦让它减速，所以它就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到现在。这就是所谓的表面，一个连站都站不住的表面，有点讽刺，对吧？行，继续往下，你把飞船调成慢速下降，穿进云层深处。这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，温度在回升，上面明明-100多度，怎么越往下反而越暖和？因为热源在下面，不在上面。木星到今天还在缓慢收缩，引力是能变成热量，让它辐射出去的能量比它从太阳接收到的还要多。换句话说，木星是自己在发热，它差一点点就能变成一颗恒星，差的也不算太少，得再重上70-80倍才行。但那份没烧起来的火还闷在里面，一边升温一边加压。这时候你会依次穿过3层云，最上面是氨的冰晶云，再往下是氢硫化铵的云，最底下是水云。是的，木星有水，而且这3层云的颜色、厚度、翻腾方式都不一样，你等于是在一层层的翻它的家底。问题是，这些冰晶不会安安静静的飘，它们被每秒200米的气流裹着，横着朝你砸过来。到这个份上，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下雪了，是枪林弹雨。不过对拥有黑科技的你来说，这点小场面显然不算什么。于是你继续往下，再往下，情况开始变得诡异。你会发现飞船不太需要那么大的推力了，你把发动机输出一点点调低，它照样稳稳地待着，因为周围空气的密度已经涨到一个夸张的程度，浮力开始接管一切。然后你抬头看窗外，你会发现云已经不像云了，它变成了一种黏糊糊的、半透明的，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。它有波纹，但不起浪；它能流动，但流得很沉。你的飞船不再像飞机，倒像一艘潜水艇，在这团浓稠的介质里一寸一寸地往下过。请注意，这里没有落水的那一下，你等不到任何一声扑通，因为氢在这里早就越过了临界点，气和液根本不分家。你没有跌进一片海，你只是慢慢的被越来越稠的东西包起来了。这是整趟旅程里我个人觉得最诡异的一段。人类所有的日常经验都建立在界限上，这里是空气，那里是水，这里是墙，那里是房间。可木星内部没有界限，它只有渐变。你一直在下降，却永远找不到到了的那一刻。然后你遇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，某一个深度，你彻底关掉引擎，飞船不动了。它没有继续往下沉，也没有往上浮，它就悬在那儿，纹丝不动，像被谁按了暂停键。因为周围流体的密度刚好跟你的飞船一样，你撞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底，
这不是障碍，也不是危险，它只是物理本身在那一刻给你看了一眼它的规则。你可以把手从操纵杆上松开，泡杯茶，然后看着窗外那片什么都没有的稠得像糖浆的世界。整颗行星最安静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。好了，茶喝完了，你调转船头，重新点火，主动往下钻，再往深走，还有一场更荒谬的天气在等你。在某个区域还开始和氢分家了，因为在这种压力和温度下还不再愿意和氢混在一起，它们凝成液滴，然后往下沉。也就是说，木星内部下着一场害的雨，这场雨不会停，也不会有雨声，它就那么静静的一滴一滴的往星球中心落了几十亿年。科学家推测，这场害雨还顺手解释了一个观测上的疑问：为什么木星大气里的氦比我们从太阳成分推算出来的要少一点点？答案是，少掉的那部分正在往下掉。好，接着往下，温度已经上万度了，压强也开始变得不讲道理。给你一个参照，人类目前下潜到的最深海底是马里亚纳海沟，那里的压强大约1000个大气压，足以把没有防护的潜艇捏成一团铁疙瘩。而你现在所处的位置，压强是200万个大气压，不是1000的2倍，是2000倍。在这种条件下，氢原子已经保不住自己的电子了。原本乖乖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被硬生生挤出去，变成了可以自由跑动的自由电子。而我们知道，电子能自由跑这个特性本来是金属的专利，所以这样的氢我们叫它金属氢。顺带说一下这东西的来历，挺有意思的。早在1935年，2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和亨廷顿就从理论上预言了它的存在。逻辑很简单，氢在元素周期表里跟锂，那钾同一列，那它压到极致，凭什么不能变成金属？道理讲通了。接下来是漫长的80多年，因为制备条件实在太苛刻，一代又一代实验室在金刚石压针上死磕，压碎了无数颗钻石，直到近些年才终于有团队宣布在实验室里做出来了，而且那个样本后来还弄丢了。学界为它到底算不算成功吵到现在，一种让人类折腾了将近1个世纪，到今天还没定论的物质。而在木星内部，它见怪不怪，这里有一整片金属氢的海洋，规模大到可以按行星尺度来算。而且注意，这里有个漂亮的回环，正是这片会导电的液态金属海，在木星飞快的自转带动下，产生了发电机效应，撑起了那个2万倍于地球的磁场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旅程一开始差点被烤熟的那些辐射，源头就在你现在的脚下。你花了整整一趟旅程，才追到了第一个敌人的老家。如果你的飞船坚固到可以无视任何压强，那就继续吧。你会在这片金属海里越潜越深，直到温度爬到3万多摄氏度，压强逼近3000万个大气压，然后你会撞到一个硬的东西。对，木星的核心，它一般被认为是由岩石、金属、冰这些重元素混合而成的致密物质，质量大概相当于10几到几十个地球，不同模型给出的数字差别相当大，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知道的有多少。但更麻烦的是，最近这些年，我们连核心是一颗球这个基本图像都开始动摇了。探测数据暗示，木星的核心可能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楚的实心球，而是一团模糊的、稀释开的，跟上面的金属氢层慢慢融合在一起的东西，甚至可能一直铺到木星半径的一半那么远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连踩到地面这个愿望，最后可能也落空了。关于核心，更多的细节我们目前确实不清楚，所以就让这里成为这趟旅程的终点吧。当然，以上这一路全都发生在我们的脑子里，真实的木星内部到底长什么样，或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我们都不会知道，因为人下不去，飞船也下不去，能下去的东西活不了多久。不过嘛，虽然人上不去，我们可以放个探测器去替我们试一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是真干过。1995年，真的有一台机器在人类的指挥下一头扎进了木星。时间往前倒一点，1989年10月18日，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把伽利略号送上了太空。这趟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，它没办法直接飞向木星，推力不够，只能绕远路，先掠过金星一次，再回来借地球的引力弹2次，一点一点把速度攒起来。这一攒就是6年。更糟的是，它的高增益天线在半路上卡住了，怎么都张不开。这台耗资巨大的探测器从此只能靠一根低增益天线，用极慢的速度往回传数据。工程师们只好重写它的软件，把数据压缩了又压缩，硬是从一条快断的线里挤出了一整个任务。1995年12月7日，伽利略号抵达木星，成功进入环绕轨道。也是在同一天，它释放出去的那台大气探测器正式开始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那台探测器以每秒47公里多的速度扎进木星大气，这是人类造出来的东西进入行星大气时最快的一次记录，到今天都没被打破。接下来的2分钟是纯粹的暴力，它前方的空气被压缩到上万度，隔热罩像蜡一样被烧掉，一层一层剥离，
最后烧掉了一半以上的质量，峰值过载达到了大约228个 G。是的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从楼上跳下来砸水泥的数字，它是真实测出来的，不是我们编的。然后速度降下来了，降落伞打开，它开始下落。它一边落一边测，一边把数据发给天上的伽利略号，再由伽利略号中转回地球。他一共工作了58分钟，在这58分钟里，他往下走了大约156公里，到最后，周围的压强已经是地球海平面的20多倍，温度升到了150多摄氏度，信号发射装置终于扛不住了，数据断了。而这批数据还带回来一个当时让所有人挠头的结果：木星大气里的水比预期少得多。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，他太倒霉了，他恰好一头栽进了一个被称为热斑的区域。那是木星上少数异常干燥、少云的地方，相当于你派一台探测器去测地球的湿度，结果它精准地降落在了撒哈拉。一个探测器一辈子只有58分钟，而它降落的地点还是整颗星球上最不具代表性的那一小块。科学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情面。但这台探测器的故事并没有在信号中断那一刻结束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它还在往下掉，压强继续涨，温度继续升，外壳会软，会变形，会被撕开。用不了太久，它就会彻底气化，最终成为木星的一部分。8年之后，2003年9月21日，轮到伽利略号自己了。它的燃料快用完了，控制能力正在流失，而它的旁边就是木卫2欧罗巴，那颗冰壳底下藏着一整片液态海洋，被认为最有可能存在的外生命的卫星。如果放任伽利略号飘下去，它总有一天会失控撞上欧罗巴，而它是从地球出发的，身上可能还带着地球的微生物。万一污染了那片海，人类将永远无法回答那里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个问题，因为你分不清找到的是它的还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。所以地面控制中心做了一个决定，让它自杀。伽利略号被调转方向，以每秒接近60公里的速度冲向木星，在大气层里烧成了一道光。14年的任务就这样主动画上了句号。它没有留下残骸，也没有留下坟墓，他去了他研究了14年的那颗星球里面。后来接棒的是朱诺号，2011年发射，2016年抵达，把自己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锁进一个钛做的保险库里，靠这个硬扛木星的辐射，一圈一圈的贴着2极飞过去。我们现在关于木星极流有多深，核心是不是模糊的那些新说法，很多就是他带回来的。而关于木星的秘密被揭开的部分，可能还不到1成。好了，这里是解密宇宙，通俗易懂聊宇宙，下期见，拜拜。